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郑解析卡这个频道。自从我正式开始做 YouTube 频道以来呢，已经有超过2年半的时间了，订阅数呢也超过了9万哦。我呢在这里也想对大家说一声感谢，能够不离不弃陪我到现在。我自己呢也是有一点小骄傲和小激动的。而最近呢，我因为一直收到朋友的留言哦，问我到底怎么样开始做 YouTube 这个频道，我是怎么样能够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呢，能够累积到这么多订阅者的？我是不是有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怎么样手把手可以教我们嘛？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手把手教学影片吧。当然了，这整个过程其实呢是有很多诀窍的。今天因为篇幅限制，我会挑几个重点来讲，但是看完这支影片呢，其实就很容易上手了。我相信你就可以立刻开始开这个油管频道了。老规矩，所有能够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郑解析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准备工作。要开通油管账号呢，首先你得要有一个 Gmail 账号，这个我相信不少朋友都有。接着呢，就是上传视频了。当你到了500个订阅者，90天内上传了3个影片，12个月呢，观看时长达到3000小时，你就可以开始赚钱了。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著名的油管 YPP 项目，你就可以申请了。为了申请这个项目呢，你就要再去申请一个 AdSense 的账号，到时候你就可以收钱了。这些呢都不难，按部就班做就可以了。第二呢，我们就来谈谈如何定位。因为我身边也有些朋友想开自己的油管账号他们第一个问题总是会非常纠结的问我：小郑啊，你觉得我应该是多来说说母婴类的内容呢，还是像你一样说时尚，还是说我分享自己的彩妆啊，又或者是投资理财啊等等呢？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内容，如何定位自己呢？我的统一回答就是随便你。因为你还没做，这些都是空想，空想是毫无意义的。你就挑一个你最想做的内容，先做一个影片嘛，上传上去，看看大家的反馈。你多做个3、5个，你大概就能够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内容，观众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然后再慢慢的调整。在你还没有真正开始之前，不要先纠结说我到底定位什么样的内容，毫无意义，先开始了再说。那还有些朋友呢会很纠结，问我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比如说独立女性、名校学霸、2胎宝妈这种。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人设这种说法的，因为我觉得人设很假，只要做假，最终就一定会暴露，而且你自己也会很难受啊，永远说的都不是自己真诚想表达的东西，是不是？演戏这种东西啦，演1天2天可以，难道演一辈子吗？所以我建议呢，还是真诚的表达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诚的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呢，你慢慢的就会迎来观众的心。第三呢，就是关于拍摄设备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哦，我一开始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整个拍摄就用的是我自己这个 iPhone， 还有一个很简陋的3脚架。我给大家放一段我在2022年11月份刚刚开始起步时候的影片吧，就会发现哦，那个时候的片子无论是精度啊、光线啊什么都非常的差。不是说我付不起这个买相机或者买设备的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不要一下子投入这么多，万一没有办法继续，岂不是浪费了？所以呢，我就对自己讲，当我能够累积到1000个订阅者，我就投资去买一个相机。结果呢，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我到了1000个订阅者，我就去买了这个佳能的相机。我买这个相机呢，其实也是研究了一圈其他 YouTuber 的设备，最后才锁定了它。它操作呢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也不是很贵。同时呢，我还买了一个相对比较结实的3脚架，还有2个 LED 灯和一个反光板。这些呢都是我陆陆续续添置的，尤其是反光板是很后面才添置的，前前后后花了有2、3年的时间了。这些呢也都是我在亚马逊上面看评论随便买的我也不是很懂。而且大家如果看我的片子，就会发现我的调光精度和其他 YouTuber 比差很多。
我其实也挺尴尬，我也很想学习，也看过一阵别人怎么做的一些教学影片啊，实在就这点能力了，就 let it go 了。至于耳麦呢，我买的是这个，还蛮好用的，也不贵哦。里面呢一共有2个这样的麦克风，还有一个别在我身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放在照相机这里，也蛮好用的。这些呢我都会把链接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如果你想开始 YouTube 频道的话呢，是可以考虑陆陆续续买这些设备。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哦，设备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还是要内容足够的好，只要你内容好，观众对你影片的质量是很宽容的，哪怕你光线不是很均匀啊，精度不是很高，没关系的，大家不要太过的纠结。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开始上来就投入很多，可以先买一点点东西试试看能不能坚持下去，如果可以的话呢，再慢慢多投入一点，不要上来就步子很大，万一后面决定不做的时候呢，投入太多很不划算。我一开始做油管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这样常年在外企做 marketing presentation 还是蛮厉害的人来讲，对着镜头随便临场发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结果呢，试了几次之后发现我没有这个能力哦。对着镜头临场发挥呢，很容易漏掉自己想说的东西，而且呢，你的口误特别的多，后期剪辑呢就会带来很大的困扰。这样算下来，时间其实花的会更加的多。所以呢，经过几个月尝试之后呢，我痛下决心，还是要提前写文字稿。大家注意啊，这不是普通的文字稿，是逐字稿，也就是每一个字我都会写下来。同时呢，我还会有配图，以及所有的剪辑重点我都会标出来。在写完稿子之后呢，我一般会对着稿子顺几遍，就像我以前上班做 presentation 之前我也会这样准备的。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呢，我这里其实放的是一个电脑，等于说起到提醒我的作用。虽然我有稿子，但是我并不会一字一句完全去念它，因为这样太死板，太像念稿了。我还是会有些临场发挥啊，但是这样呢，心里面就很有底，出错的概率也比较小一点。至于大家是不是提前写稿，还是说可以对着镜头临场发挥，只是提前写一些提纲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试几次哦，试了几次之后呢，你大概就知道自己更适合哪种方式，而且呢，熟能生巧哦，多说说就会越说越好的。第5个部分呢，就是影片的剪辑了。其实我自己是可以剪辑，但是我实在太忙了，因为我出片子的频率非常的高，而我呢很幸运哦，有2位助理小姐姐一直在帮我做剪辑啊。他们用的是一个叫做剪映的视频剪辑软件。这个软件呢，我后来研究了一下，海外版呢叫做 CapCut。无论是剪映还是 CapCut， 两者差不多的，都非常的好用，属于傻瓜式教学。我给大家看一下页面啊，你看不仅剪辑很方便，还能够各种修图哦。大家看哦，磨皮这里，哎呦，直接把它拉大，脸上就可以磨到一根皱纹、一个斑点都没有。牙齿你想要变多白就可以变多白，而且呢可以调整光线，一下子就变得很明亮了。所以大家经常会夸我说，哎呀，你的皮肤好好啊，我都会很实诚的回答，都是后期磨皮的，这是真的。除此之外呢，剪映还可以修脸的大小，瘦脸一键变成 V 脸，眼睛大小都可以调整，还能够开眼角，眉毛高低也可以调整，真的太厉害了。当然我比较克制哦，修的比较少，我还是比较喜欢自然真实的东西哦。那大家会问，那2个小姐姐怎么跟你合作，能够保证她们剪出来的东西是你想要的呢？因为大家如果看我的影片就会发现，其实剪辑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些通用的规则，事先都是 align 好的。同时呢，我每一个文字稿里面都会写清楚剪辑要点。当你 brief 的越清楚的时候呢，你得到的东西就会越接近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东西。说老实话，我之前呢也想过找专业的剪辑师，能够剪得更花哨一点。后来我发现真的也没那么重要了，还是那句话，你的内容足够好，剪辑的技巧就是属于锦上添花，没有必要本末倒置了。所以大家在刚刚开始做油管影片的时候呢，也不用太过纠结，就用剪映简单的剪一剪就好了，慢慢以后再调整。
那至于背景音乐呢，我也有加。我一般呢都是配一个轻音乐，很简单的，用的就是油管后台免费的音乐库，就是这个 Audio Library， 选择不多，但是呢不用担心版权问题。大家要知道，当你一旦呢用了有其他人版权的音乐之后呢，你整个油管的片子的收益就不再归你，而是归这个音乐所属者了。这个其实损失还是蛮大的。那对我来讲呢，背景音乐并不是特别重要，油管自带的音乐库已经足够用了。我一般呢都会把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标星，那直接就去标星的音乐库里面找就可以了。再接着呢，我们就要打开后台上传了，给大家看一下后台的页面。在右上角呢有一个 Create 的标志，就是一个小小的摄像机这个标志，点击上传。我给大家上传一个影片演示一下，选择自己想要的片子，一般呢这个是剪映剪辑完后导出来的。接着的页面呢，先不要管它，我之后会进去慢慢填写的。大家直接选 Next 下一页。下一页呢就会出现 Monetization， 也就是说这个片子你要不要赚钱？一般来说呢肯定是要赚钱的，所以就选 On。之后呢这条影片每次播放的时候就会有油管自动匹配的广告。再接着出来的页面呢，就是让你自己填写你的这个片子是不是有暴力啊、不合适的语言啊、成人内容等等。油管的逻辑呢是比较典型的美国方式，就是你提前申报，全靠自觉。我的片子呢一般都没有的，所以我就选 None of the above， 然后选 Submit Rating 就好了。后面几个页面呢都不用管，直接 Next Next Next， 一直到 Visibility 这个页面，它会问你上线的时间啊，谁能够看到等等。这个呢大家先不用纠结，先默认 Unlisted。等到上传完毕之后，后台其他信息都填写完毕，再重新选择上线的时间，然后 Save 就好了。接着呢，你就在后台能够看到这个影片了。当然了，影片的时长越长，精度越高，上传需要的时间呢就会越多。这时候呢，点击 Detail 键，就像一支笔一样的那个按钮，进入编辑页面。首先呢，就是 Title， 也就是这个影片的标题。这里可以写100个字，大家记住哦，越重要的信息呢要写在越前面。比如说我写的就是 Zara 开箱，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信息，否则你的字到了后面就会折叠看不到，也会影响 SEO 的搜索引擎优化。再接着是 Description 描述框，我会把基本我的群组信息啊、身高体重啊都写在上面，当然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产品链接等等。在这里呢是可以打上3个 tag， 也就是3个标签，我就会写3个。注意啊，这3个标签呢是大家看得到的。整个描述框呢一共有5000字，大家可以多写一点，不要浪费。再接着呢就是出现 thumbnail， 也就是封面图。我一般呢会后面单独做，这里先空一下，我稍后会跟大家讲我是怎么做封面图的。再接着呢是打 tag， 这个和之前的 tag 是不同的。这里的 tag 呢只有你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它呢是为了 SEO， 也就是搜索引擎优化而设计的，让别人能够更容易找到你的影片。我呢就会打上很多相关的标签。那么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很多疑问，尤其是关于这个 tag， 我到底要打什么样的 tag 才能够让大家看到呢？其实这个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在2年半前，我刚刚开始做油管频道的时候呢，这个 tag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时候我还要绞尽脑汁去想我到底应该打什么样的 tag。但是呢，油管的推荐算法也在不断的调整，而最新的调整是这些 tag 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油管会根据你这个影片观看的人数、观看的时长以及大家的反馈，也就是点赞和留言，来决定这个片子是不是内容好。如果内容好，它就会不断的往外推送啊。还是那句话，内容足够好，哪怕不打 tag 都没事。最后我们再继续回到后台，看到右边呢就会出现 visibility。如果你现在就选择发布，那就选 public， 也就是说你现在马上就会发布。如果你想好未来要发布的时间呢，那就选上 schedule， 等于说呢你就选一个定时发布的时间就可以了。
那总结一下呢，看上去好像这个后台有很多步骤啊，其实呢并不复杂的，很简单的，你做2次就知道了，大家不用担心，相信我。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郑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关于封面部分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朋友在问的。封面当然很重要，好看的封面图呢就会让人忍不住想点进去看不好看的封面图就直接略过不想看了，对吧？其实油管的封面图和时尚杂志的封面原理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带脸的封面图要比不带脸的封面图点击率要高，而且呢是美女的脸同时是真实的，哪怕你就放一个你自己的大头的照片，它一定是好过你用 AI 做出来的图，因为大家这样会感觉更加的真实。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的封面图，确实都是带脸的，但这个时候呢我都是做的是抠图，然后同时自己做背景。但是后来呢，觉得实在没能力因为一方面呢，我做背景图的能力不够，每次呢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花很多时间，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封面呢相对比较矮板，不够生动那我就觉得吧，这样做封面图太花时间了，那我情愿把时间花在好好做内容上。所以后来呢，我就找了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做封面的方法，那就是我现在的这种封面图。大部分呢都是自己站在沙发前举着衣服拍一张就好了，然后下面放一排红色字体，结束，非常简单。目前看呢，我觉得凑合用是足够了。那我用的呢是一个叫做 Adobe Express 的工具，这是在线的一个网站，一点都不花哨的。一旦你有一个封面的设计之后呢，以后就复制粘贴，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说实在话，我也很羡慕人家能够做很美的封面拍出很好的照片，或者有一些很吸引人、很小清新的字体我实在是做不出来，而且太花时间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专长的啦，做到自己能够做的最好就可以了。最后一个部分呢是其他部分，但是都很重要，一共有好几个点，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而本影片最精华的部分呢，就是在最后了。首先是关于上传频率有人会问我到底是1天传一个，还是1周传一个，1个月传一个好呢？其实都没有关系，随便你但是呢，我会推荐大家细水长流，定期发布。比如说呢，不要一开始上来就很猛，比如说1天发3个。然后呢，发了1个月之后觉得太累了，发不动了，然后你就休息了3个月，然后再来1天发3个，猛发一段时间，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一方面对你的频道的稳定度不是很好，而且对你的身心健康更不好。所以就细水长流呗。如果你能够选一个定期发布的时间呢，肯定会更好一点。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一样，油管呢也是可以买粉丝和买流量的，但是我都不建议因为我是个很不喜欢作假的人当你作假了一次，买了这个影片的流量，你之后就要不停的买流量，否则就会显得很奇怪，对不对？那就跟说谎一样，你说了一次谎，你就不停的要说谎去圆之前那个谎，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就诚实的面对自己嘛，慢慢做。我相信只要你真诚的表达自己，提供好的内容，一定会有收获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不要作假更好一点。第3呢，就是要不断学习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化妆品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很快嘛，经常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其实做油管也是一样不断要学习。而我整个油管做的2年半的时间，就是在不停学习的过程。不瞒大家说，我在刚开始做油管之前，我花了整整2天时间研究到底怎么样做油管。我收集了所有能够收集的信息，无论是文章还是别人做的教学影片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用什么选题，怎么样做 SEO 的等等等等，真的整整花了2天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花的是值得的。你都不知道2眼一抹黑就冲进去，这样很容易失败那事实证明呢，我当时花的这个时间真的是物有所值在后面的都派上了用处，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打无准备的仗。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那就是模仿。比如说封面吧，早期的封面我其实都是模仿一些大号的，还有一些选题也是哦，因为模仿是最好的老师。当你模仿到一定时间之后呢，你慢慢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内容，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自己的封面了。所以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也可以试试看模仿。另外呢，油管自己也会不停的有规则在改动的，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 tag， 以前是很重要，但现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那因为我在不断的学习油管的算法，他们推出的一些新规等等，所以呢，我就会知道这一些改动，我也不会很焦虑说，哎呀，我今天漏打了一个 tag 怎么办？没关系的。所以这些呢，都是与时俱进，要跟着油管一起学习和成长中的。当然了，你学习这些，并不是说你做的所有东西都要受到流量的驱使啊，但是你多知道一些他们的算法规则，肯定是不会吃亏的。很多做自媒体的朋友呢，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万一收到比较恶毒的评论，网络暴力怎么办？不瞒大家说，我当然也收到过，但是呢，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和其他的社交媒体比呢，油管这个频道的留言是非常温和的，观众呢也是很友善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真的是最友善的一个平台了。那当我收到这些负面恶毒攻击的言论呢，我采用的统一策略就是直接删除。在我过去这些年做自媒体的经验来看呢，慢慢我就总结出来，在你收到这些负面评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住，不要自证。当你一旦试图自证，试图去跟对方讲道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其实想的是那样，一旦你开始自证，你就永远自证不完啊，而且会影响你的心情，浪费你的时间。所以呢，到后来一旦看到这种留言，一律不回复，直接删除。我的脑海里面就会想到一句上海话，不踩伊最凶，意思呢就是不踩他最凶，就是你只要不理他，你就赢了。再好的内容，再好的人，也不可能得到世界上100%人的认可和喜欢的，对不对？我也不需要啊，对吧？大家就放轻松好了。接着一点呢，要说的就是完成要比完美更重要。因为我在刚开始做油管的时候，其实有好多次影片开始拍了几分钟，我就很想放弃，或者是我拍完了，我看了一下，觉得自己拍的好烂啊，或者头发没有弄好，或者说话结结巴巴，我都不想上传了，发生过很多次。但是最后呢，我都一咬牙一跺脚，对自己说不管了，先发布了再说。因为完成要比完美更重要，尤其在你开始做油管的时候啊，如果你想着什么都是很完美的，那就很难能够发布了。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当作是一个学习阶段嘛，只要完成了，发布了，你就成功了一次。慢慢的，在这个一次又一次完成的过程中，慢慢去追寻完美，而不是说一定要一步到位去完美。毕竟啊，长城呢也不是一天就建成的，对不对？无论如何，你一旦决定开拍了，就拍下去，拍下去，剪辑完就上传，然后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不断的总结，不断的进步，慢慢的你就会越做越好，相信我。但是一定要记住，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本片的精华部分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 content， 其实我一开始是做文字类的博主的，到现在开始做视频博主。我觉得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最重要的就是一点，那就是你一定要不断的生产对别人有用的内容，这样呢就一定会赚钱，一定能成功。不要一开始就想怎么样能赚钱，我拍什么样的主题能够带来流量，这些都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长期好的结果的。我永远是反过来的，我想的是这支影片大家看了会不会有用，比如说帮大家选款，帮大家节约了时间，或者说提供了一些穿搭的技巧，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等等。当你一旦转变思路，站在观众的角度提供给他们会觉得有用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钱啊或者是订阅者啊就会慢慢自己来的，这样呢自己也会变得比较开心啊，对不对？然后呢再赚到钱的话，那就双倍开心了。不要总想着短期内蹭热点啊赚取流量什么，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的。你长期被这种热点流量推着走，人又会变得很空虚啊，不是吗？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好了，油管频道如何开始的手把手教学就到这里了。那还是那句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把每一个点都说到了。今天只是一个比较泛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看其中哪一些部分，或者还有一些什么疑问的话呢，也欢迎留言啊，我也会尽可能的一一去回答大家。当然了，和其他的博主比，我这个频道增长也不是最快的，我也不是订阅者最多的啦。我觉得这个影片肯定会给大家带来用处的，这也是我开始做油管频道的初衷，也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